5月20日那天，微博热搜简直像被按了循环播放键，王嘉尔最新释出的一组嘴刁撕拉片视觉物料毫无悬念的霸榜了。在信息过载、视觉疲劳早已成为常态的今天，能让人一眼定住、反复滑屏的娱乐物料其实越来越少，但这组片子偏偏做到了。不少粉丝直接甩出建模脸的神级演绎这种毫不吝啬的赞美，相关话题阅读量呈几何级数飙升，连带着时尚博主和摄影圈也纷纷下场拆解。我翻着那些高清特写，第一反应不是他又在散发魅力，而是这哥们到底是怎么把一张复古胶片玩出电影质感的？其实，撕拉片 Instant Film 本身带着很强的时代滤镜与物理局限，但王嘉尔这次的呈现完全跳出了摆拍打卡的窠臼，它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视觉实验，把慵懒、锋利、不确定性和绝对的控制力揉在了一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真正能刷屏的物料，从来不是靠滤镜堆出来的，而是靠一种我知道镜头在哪，但我偏要让你跟着我的节奏走的底气。这组片子之所以能在520这个充满粉红泡泡的日子里杀出重围，恰恰是因为它够冷、够稳、够有分寸感。在我看来，当娱乐工业越来越追求即时爽感时，这种敢于留白、敢于用慢媒介对抗快节奏的尝试，本身就值得被认真对待。咱们把镜头拉近，仔细品品这组物料的视觉逻辑，你会发现它简直是一套教科书级的光影调度。最抓人的，绝对是那种慵懒与锋利的反差美学。你看它下颌线的走向，利落的像刀刻出来的，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散漫，甚至带着点未醒的倦意。这种矛盾感在平面摄影里其实极难拿捏，稍有不慎就会显得刻意或者油腻，但它处理得极其干净。动态定格的处理更是点睛之笔，胶片被缓缓撕开的瞬间，被摄影师精准地冻结在半空，那种流畅的张力，甚至让人恍惚觉得是游戏 CG 里才有的物理演算效果，连空气的阻力仿佛都被具象化了。更不用说无死角的五官表现了，特写镜头下，侧颜的折叠度和正脸的对称性完全经得起放大镜级别的审视。我个人觉得，建模脸这个称呼虽然带着饭圈的夸张色彩，但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代审美对古香美的重新回归。现在很多人看脸，不再只看皮相的精致，而是看骨骼能不能撑起光影，能不能在动态中保持结构稳定。王嘉尔这次的物料，恰恰把光影和骨相的配合玩到了极致。说实话，每次看到这种级别的视觉输出，我都会忍不住感叹，好镜头和好表现力之间，从来不是谁依附谁，而是互相成就。他敢把脸对到镜头前撕胶片，本身就是对自我表现力的一种绝对自信，而这种自信恰恰是装不出来的。说到撕拉片，现在玩摄影的朋友应该都懂，这玩意儿早就不是当年街头巷尾的平民玩具了。随着传统相纸停产和工艺迭代，撕拉片已经悄然成了奢侈品级的摄影载体，单张成本动辄超过300块，而且显影过程充满不可控的化学反应。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成了检验颜值和气质的终极考场。王嘉尔连续5年驾驭这种媒介，说实话，在业内已经形成了一种符号化的个人 IP。对比2025年6月他第一次尝试用嘴撕拉的创意，当时大家还封他为内娱撕拉片终结者，而这次的动作明显更成熟了。肢体语言和神态的戏剧性融合，被不少时尚媒体直接定义为撕拉美学的新高度。我挺认同这种说法的。在快时尚和 AI 修图泛滥的当下，肯花成本、花时间去磨一种笨拙的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宣告。用稀缺媒介巩固时尚话语权，这听起来有点商业，但落到实处，其实是明星团队对视觉叙事的长期投资。你想想，当所有人都在拼高清数码大片的时候，他偏偏选择用一张会褪色、会留白、会随机生成纹理的胶片来定格自己，这种反潮流的操作，反而在时尚圈里打出了极高的辨识度。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出片，而是一种媒介自觉。他明白，真正的时尚从来不是追逐最新的技术，而是懂得如何让旧媒介在新的语境里重新呼吸。当然，物料出圈之后，真正把它推向高潮的，还是粉丝圈层自发的二次传播。我随手翻了翻超话和广场，评论区的画风简直像一场大型的情绪共振实验。反复拉进度调几十遍，沦陷只需1秒，这种沉浸式体验的表述，追剧少女栗子猫说的特别到位。再看饭圈常用的修辞，权威帅颜、daddy 气场暴击、Bellio 这类 ID 的留言，其实已经把视觉冲击转化成了非常直白的情感反馈。还有撕拉片的王，终结内娱比赛这种带点戏谑又充满归属感的口号，
我又不是赚很多的发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核心受众的心态。但说实话，跳出粉丝滤镜来看，这种高密度美学赞誉，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情绪的投射。在娱乐工业里，震感传递、颅内高潮这类词早就不是字面意思，而是情感共鸣的隐喻。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平和、更理解语境的方式去看待它。饭圈文化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把当代年轻人对美的渴望、对掌控感的向往，包装成了极具传播力的语言符号。王嘉尔这组物料能破圈，恰恰是因为他在专业制作和情绪接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我不觉得这些夸张的赞美需要被纠正，反而觉得它们构成了当代流行文化里最鲜活的一部分。当理性分析与感性共鸣不再对立，传播的链路才算真正打通。聊到这儿，其实可以往更深的地方挖一挖。在如今的娱乐圈，视觉物料的更新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但王嘉尔对撕拉片这个视觉母题的深耕，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长期主义。从早期尝试风格固化到破圈试探，直至2026年5月这组近乎完美的定调，他的团队显然在下一盘很稳的棋。时尚圈从来不缺漂亮的脸蛋，缺的是能把一种媒介玩出个人印记的人。撕拉片对他来说早就不是道具，而是视觉语言的延伸。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打法其实是对抗娱乐圈速食审美最笨但也最有效的方法。当别人在追逐短期流量密码的时候，他选择把同一个符号反复打磨，直到它变成自己的视觉名片。这不仅需要审美定力，更需要对团队执行力的绝对信任。说实话，看多了今天出图明天就忘的快餐物料，再回头看这组带着胶片颗粒感和时间沉淀感的片子，真的会让人产生一种慢下来看东西的冲动。视觉工业再发达，也替代不了那种人、媒介、瞬间三者合一的化学反应。它提醒我们，好的内容从来不怕重复，怕的是没有灵魂的堆砌。总的来说，王嘉尔这组嘴刁撕拉片的物料，绝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营销事件，它是一次对复古媒介的当代转译，是对个人美学的精准提纯，也是粉丝文化与专业制作相互咬合的典型案例。在 AI 生成图像几乎能以假乱真的2026年，我们依然会被一张充满不确定性的实体胶片打动，这本身就很值得玩味。或许真正能留住人心的视觉，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工业成品，而是带着呼吸感、带着偶然性、带着创作者个人印记的活物。这组片子刷屏的5月20日，刚好是初夏，阳光开始有了温度，而胶片显影的过程，也像极了那种慢慢浮现、无法复制的情绪。我挺期待它接下来还会怎么用视觉讲故事，但不管形式怎么变，这种对质感的死磕，对瞬间的敬畏，已经足够让这组物料在流行文化的档案里留下清晰的一笔。毕竟，在什么都可以一键生成的时代，愿意花时间去等待一张胶片慢慢显影的人，本身就已经赢了。